嗨，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今天啊，我们要来聊一个蛮颠覆我们平常想法的概念，叫做外在意图。你有没有想过，达成目标最好的方法，可能不是说，我拼命去争取，我一定要拿到，反而是先放下那个我想要的念头，然后呢，转而去关注你可以给别人什么。听起来第一时间好像有点，违反直觉。对呀，有点绕，对不对？就像，书里有个例子，我觉得很有趣。一个女生她超想结婚的，那如果她一直你知道 push 对方，一直强调我想要结婚，我想要这个关系，这其实就是在用她的内在意图去推。对，就是把自己的愿望摆在最前面。结果呢，可能就把人家吓跑了。没错，压力太大了。但是如果她换个方式，她不去一直讲我要结婚，而是去关心、去理解他的伴侣，他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像是被爱呀、被尊重啊、被看见啊这些感觉。关注对方的需求。对，那这样局面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就有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想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外在意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要怎么用它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甚至是让事情好像自己就顺起来了，水到渠成的感觉。对，我们的目标就是搞懂怎样可以不用那么费力，然后别人反而会想要来帮你一把。好，那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先分清楚两种东西，内在意图跟外在意图。内在意图这个比较直观了，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的目标，我们想要证明自己的那股冲劲，就是心里一直想着我要那个感觉。对，常常都跟提升我们自己的自我价值感绑在一起。我想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我能成功等等。了解。那外在意图呢？听起来好像比较佛系，比较被动吗？这个问题很好，它其实不是被动哦，它更像是一种允许。对，允许，还有顺势而为。重点不是去强求，不是硬要去改变什么，而是去允许事情自然的发生。书里面更有趣的说法是，与其你花很大的力气想改变自己，或者更难的想去改变别人，这通常是内在意图在作用，而且效果常常很有限。真的，想改变别人超难的。没错，不如试试看，去允许并且帮助其他人去实现他们自己的内在意图。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目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就在这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奇妙的地方就来了。书里认为一股叫做外在意图的力量就会被你这个行为给启动。然后呢，这股力量反过来会帮助你，让你的意图也更容易实现。哇，这不是说要你去算计或利用别人哦，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当你不去阻碍别人，甚至去帮助他们得到他们真正想要的，你其实是在创造一个共鸣的空间。这个转折很有意思从帮别人变成间接帮到自己。那实际生活中要怎么用啊？比方说，很多人不是怕社交吗？去派对超别扭的。对，派对就是一个超级好的例子。我们去参加派对，常常满脑子都在想，我穿这样可以吗？等一下要讲什么，会不会很糗？没错，都在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但你想想看派对上的其他人，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大概也差不多。对嘛？其实大家主要关心的都是他们自己，还有别人怎么看他们自己。真的耶！原来大家都在担心自己。所以咯，与其你拼命想着我要怎么表现自己才够有趣、够吸引人，不如反过来，对，把那个聚光灯从你自己身上移开，然后真诚地照向别人。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观察一下，好像对什么话题特别有反应关心一下他们真正在意的人事物也就是说，从一直想快看我多有趣，变成去跟对方说，你刚说的那个想法很有趣耶，多说一点听听。就是这个意思。你想想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第一个好处是你自己是不是也没那么大压力了？真的，不用一直演，感觉轻松多了。对，这是第一个层面。但更关键的是第二个层面。当对方感觉到，你不是在敷衍，
你是真的对他这个人，对他的想法感到好奇跟重视的时候，他会感觉他那个最底层的渴望被看见、被肯定的内在意图就被你满足了。啊哈，那结果呢？他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哎，跟你聊天很舒服，你这个人不错，他会对你产生好感跟兴趣。哦，你看，这不就是透过满足他人的内在意图，间接启动了外在意图，然后帮你达成了原本可能很难达成的跟人建立连结的意图吗？哇塞，原来是这样运作的。这整个背后的心理开关，听起来好像都跟那个自我价值感很有关系。没错，你抓到核心了。这几乎可以说是所有内在意图的共同驱动力。绝大多数人内心深处都渴望被肯定、被尊重，感觉自己是重要的、是有价值的。这是非常非常底层的人性需求。这我好像有点感觉诶，有时候遇到那种你知道一直强调自己多厉害、条件多好的人，虽然他可能真的很棒，但跟他相处有时候反而会觉得压力有点大，甚至会想保持一点距离。对，你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当你能够真诚地去聆听别人，去肯定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或者只是单纯的去理解他们的想法跟感受，你其实就在满足对方那个非常深层的心理需求，提升他的自我价值感。这种连结远比你单方面去展示你看我多棒，我很完美来得更稳固，也更有人味。书里甚至提到一个观点，就算你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完美，但如果你的完美反而让身边的人感觉到自卑、压力大、相形见绌，那这个完美反而变成阻碍了。没错，它反而会阻碍你建立真正深入的连结。所以真正的关键可能不是在于你多完美，而是对方能不能感觉到，哎，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很不错。哇，这句话很重要诶，跟你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很不错。那这个原则就是说，放下那个我想要得到的意图，用我想要给予的意图来启动那个外在的力量，感觉好像可以用在很多地方诶。确实是的。比方说，如果我想要获得尊重，那我是不是要先练习去尊重别人？从给予开始。如果我需要支持，那我是不是要先看看我可以怎么去支持身边的人？对，先付出那个支持。那如果渴望爱呢？这个可能更深一点，或许就是要先学会不带太多条件，不执着于回报地去爱，先给出那个爱。从给予出发，然后相信那个外在意图会带来好的循环。可以这么理解。当然呢，这不是说一给予就立刻有回报，它更像是一种长期的心态跟练习。好，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不如就带走一个小小的练习，让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好啊，来点实际的。OK， 那这个练习是这样的：明天或是接下来几天，你找一个跟人互动的场合，可以是跟你的伴侣、跟同事开会、跟朋友聊天都可以。在那个互动里，刻意的练习一下，把脑袋里的声音从我想要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我要说服他什么，我要让他觉得我怎么样，这个模式，从这个内在意图模式，对，把它切换成，他现在可能在想什么啊？他在乎什么？他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理解或支持？把焦点转移到对方身上。没错，试着用一种真诚的好奇心去理解和关心对方看看，不用想太多，就只是去关心。然后观察一下，看看互动的氛围、对方的反应，甚至你自己心里的感觉，会不会有不太一样的化学变化发生？这个练习很棒，很具体。那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回去可以慢慢琢磨一下，就是在这个我们跟所有人都互相连接的世界里，我们在追求自己的成功、目标还有幸福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太过执着于我自己要得到什么？或许少一点点这种直接的指向自己的所求，然后多花一点点心思，去看看怎么样可以赋能他人，帮助别人成功，成就他人。这会不会反而才是那条更轻松也更有效，最终也能让自己获得更多幸福跟成功的路径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
好了，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到这里，别忘了把这瓶知识飘向下一位朋友哦。咱们下一集见喽，拜拜，拜拜。